台湾导弹仪器被爆料送大陆维修，这件事儿里，台湾媒体才是最丢人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台湾中央社等多家台湾媒体这是1月4号报道说，台军最骄傲那个雄风3导弹用以定位锁定敌人的经纬仪，因故障送到了瑞士原厂维修。结果呢，被瑞士方面辗转送到了中国大陆山东青岛维修了。等台湾发现完成维修送回来的这个经纬仪是从青岛发货的，感觉这事儿大了，就引起了岛内媒体热议。比如那个 TVBS 新闻网就说雄风3的仪器都送到大陆去修去了，那机密不是被解放军看光了吗？这事儿呢，确实是闹了个天大的笑话。不过不是因为仪器送到大陆闹笑话，而是台湾媒体的解释才是大笑话。雄风3的制导体制是典型的雷达主动制导体制，导弹发射之后，靠惯性导航还有中继制导指令，让导弹呢先按照预定的路线飞到任务区。等这个飞行末段进入任务区之后，导弹会打开弹上雷达，这导引头开始对海搜索，先搜到谁，或者说谁的雷达反射信号最强，就揍谁了。国外呢，有些反舰导弹导引头呢性能好一些，能够扫描出目标大致的轮廓，这样可以避免目标识别错误，避免轻易被那个干扰箔条所诱导，这样就不会像雄风3一样在澎湖打渔船玩了。整个过程中导弹是根本用不到经纬仪的，哪来什么用经纬仪定位锁定目标那么经纬仪是干嘛用的呢？测量角度用的，使用的时候要把经纬仪安装在一个预定好的位置，然后一边用光学设备，比如那个望远镜去观察物体，一边要测算这个望远镜的水平角、垂直角。一般是搞这个大地测量航海建筑工程测量用得上。那么雄风3跟经纬仪的关系呢，是在研制过程中可能会需要，比如导弹研制过程中，在航天发射测控过程中都是需要经纬仪，用来测量和记录导弹或者是运载火箭的飞行轨迹。你看我们每次看这个发射卫星发射飞船那个直播嘛，航天测控中心里边总有人报告说光学跟踪正常，这个光学跟踪就是经纬仪的工作。不过导弹靶场、航天测控用的那个都是比较大型的经纬仪，估计很多人第一眼看呢，还能把这个经纬仪认成天文台的望远镜呢。再比如说阵地设置的时候，肯定需要大地测量，那也用得上一些个小型经纬仪，就是一个手提箱就能拎走那种。日常维护过程中，还有一些设备组装过程中，有时候也需要经纬仪进行精度校正。而这次徕卡卖给台湾的，还能送到青岛维修的，肯定不是大的，肯定是小型的这种。经纬仪呢，它只是测量角度，不会测量或者记录导弹的雷达、导引头、工作波段、信号、编码等等参数。所以就算咱们指望谁能泄露一点雄风导弹的秘密，那通过经纬仪也做不到。可见连经纬仪是什么都搞不明白，台湾媒体的科学素养还是相当惨淡的。不过呢，咱们也可以等着看看咱们大陆媒体里边有谁会跟着嚷嚷说经纬仪是雄风3导弹锁定目标用的关键配件。反正这种新闻看多了我自己会列出个名单，基本清楚哪些媒体是只会照抄，哪些媒体呢是比较靠谱的。至于说为什么台湾会买瑞士设备呢，也确实是因为一方面瑞士的经纬仪在世界上处于顶尖水平，这些小型经纬仪排名徕卡肯定排第一的。另一方面呢，台湾自己的光学生产设备也做不到生产高精度经纬仪，所以只能依赖进口。而瑞士徕卡集团在收到台湾送过来的经纬仪之后，按照区域管理原则，就近送到了位于山东的这个亚洲维修总部。徕卡公司毕竟是搞商业的，就按照商业规矩给办了。